欢迎来到 Miki 频道，台湾那是台湾面线频道。今天想介绍是在台中火车站附近的非比寻常。我很早就想要来这边吃了，一直拖到现在。它在网络上的评价呈现两极化哦。这边点的综合面线，它是手工面线，颜色比较深，是中等的勾芡，有蛋花、香菜，那咸味比较中低一点，刚好配它的辣菜谱啊。那它还有非常少见的洋葱辣椒。那加入这个面线之后，它增添了几分的甜味，感觉还不错，而且也很健康哦。它里面还有土托鱼块，这是想象中的好吃的味道啦。那还有肉羹的部分呢，咸度比较高一点，腌制到入味，带有胡椒的香气。大肠的颜色比较深一点，但咸度却不高，油脂偏少，它不是我最喜欢的类型。也点的鸡排，价格不低啦，但是很好吃哦，香气十足，是那种标准的成功的台式鸡排，像是少部分我喜欢的血力旺的感觉啦。会这样讲是因为不是每一个血力旺都好吃啊。这间的鸡排呢，带有些许的奶油味道，肉非常嫩。整体而言呢，是一间比我预想中还要更好的店哦。下面进入了杂谈的时间，因为生活是动态的嘛，所以每间店的口味也会因为时间不断变化。可能口味我觉得很好的，或是没那么好的呢，过一段时间又会改变了，可能变得更好啊，或是变得没有那么好啊。万事万物都有时效性啦，所以大家还是作为参考就好啦。不管网络上人家怎么讲，你就是还是要自己去吃吃看才知道啦。最近发生了一个事件啊，花旗银行盗刷事件啊，花旗不是转给新展吗？就突然间发生这种事情，超诡异的，我的卡被盗刷了，超级莫名其妙。之后啊，有机会在别的杂谈再讲好了，因为这个事情还在处理啊，还没落幕。那今天主要想要聊一个主题，是我最近的生活观察心得，它呢就是为你好的可怕啊。先说不是我喜欢偷听啊，虽然我以前的确会经常这样做取材，因为我有写作的习惯嘛，就以前的时候啦。不过就是因为隔壁讲话真的太大声，我听得一清二楚啊。所以总之呢，我是听到隔壁的大姐很大声在跟她朋友聊她儿子的事情，就说反正那个男生刚满18岁啦，然后他说他现在去打工赚钱啊，说要存学费跟旅费的结果都花在他女友身上，然后非常可恶，让他很生气。他说要跟他拿钱啊。他说他一个月赚2万多，他要跟他拿1万，然后这样他就不会乱花了。然后就真的两个可怕的女人在那边互相认同对方的做法，我在旁边听了都觉得有够可怕，真的是为你好啊。假如你今天是他的话，如果你是那个男孩，你要怎么面对你家里对你做这种事情啊？就是你已经赚不多了，还被拿钱，虽然之后你的家人可能会还你啦，不过在当下的选择性就被严重剥夺了，不是吗？好，假设你不是他妈妈，你是他女友，难道你不希望男朋友会在你身上花钱吗？你会希望他好乖哦，都听妈妈的话吗？那这个女友到底算什么？她是虚拟的吗？还是线上游戏的代码？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有很多这种出自于保护的控制，真的非常可怕。举一反三啦，就可以窥见他妈妈在生活上对他各种以爱之名的任性跟控制。这样的孩子，你要叫他怎么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他怎样自己在险恶的世界里面存活下来啊？你要让自己去想，自己去尝试啦。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，你可以给他一些意见，但是你的意见也有可能是错的啊。你的经验也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人的。就算你是在社会上是超级精英，是成功人士，你的想法也不一定都是对的。更何况，如果你不是嘞，我也不是说不要控制，就是放给他烂，管他去死这样啊。也有这种放牛吃草的父母啦，我知道很多啦。但是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真的就是全凭运气在养孩子了。他可能会自己发展起来啦，说不定会很好，或者是长歪啊，或被大自然接管啊，变成各种神奇的样子。反正你不能把人家生出来之后就扔在那边啦，基本责任还是要有啦，不要那么偏激啊。说不定拿捏的这个临界点也是一件艺术，对不对？真的要为他好的话，就在他落赛的时候帮他一把啦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觉得这样就很值得感激了，但是就千万不要控制他。好了，可能我自己没小孩，所以不懂这种无法克制的控制感，什么雌激素使然啊，就像我看到酒就忍不住想要喝一样，还说自己没有酒瘾。说不定假设我有小孩的话，我也很想控制他，说不定我很想要知道小孩一整天下来吃什么东西，上几次厕所，睡觉有没有睡满8个小时之类的，头发后面有没有乱乱的。说不定我会这样子啦，不过我至少会告诉自己，孩子是独立的个体，他是人，他有他自己的人生，那你也有你自己的人生啦。总之，人没有从自己的经验里面学习，永远学不好啦。人生一定会有各种惨事嘛，就是你可以挡下多少次啊？当然也是会有好事啊，你说不定你会把人家的好事给挡掉了。如果你错了嘞，他会不会恨你一辈子？你会不会变成害了他呢？不管怎样，你都要让自己去搞啦，就不要老想搞他。反正我觉得为你好这3个字真的有够可怕的。
毕竟家长对小孩的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影响嘛，所以真的不要用各种情绪勒索啊、道德绑架啊，甚至是自以为无伤大雅的冷嘲热讽啊，为了控制的贬低啊，甚至是情感宣泄的对象。不然小孩长大之后呢，这我看一个心理分析师说的啦，他们经常就会有不安全感，会暴躁、焦虑，甚至有自卑的人格出现。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这种现象，我还在调试自己啦。有时候也是会有点走不出来那种情绪的那种焦虑，那种钻牛角尖的情绪的焦虑。而且我发现，其实我只要听到我妈的声音啊，就忍不住不自觉感到焦虑啊。也不是说我不爱她、讨厌她、不孝啊、不知感恩还是怎样，就是因为我妈真的很爱念，就是现在我只要她来跟我讲话，我都常不自觉的焦虑起来。我的潜意识里面就觉得说，她不知道要跟我抱怨什么东西了。我知道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啦，可能就遗传，可能是他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啊。好啦，家有本难念的经嘛，但是就各位家长要适可而止啦，各位阿姨不要一直念，就是你多念几次，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听进去啊，只会造成反效果啊。就算你的小孩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啊，说不定他们内心其实也会想要远离你啊，因为毕竟人都会跟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保持距离嘛，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子造成他们的疏离啊。如果反过来，如果你给小孩太多爱、太多包容的话，我觉得也是过犹不及诶。就他们可能会变得太唯我独尊，那种过度自信啊，那觉得大家都要听我的这样，只要我走在路上，别人都要自动让开。我是讲的有点夸张啊，不过反正不容易取舍啦。好了，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浅见啊，可能有些不那么正确的地方啊，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嘛，不能以偏概全。就像投资一样啊，用说的都很简单啊，真的参与这个过程就知道非常不容易啊。能够做到什么程度，就看自己的智慧咯，看自己的认知是到什么程度了。好吧，以上的杂谈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